我妈是个没啥脑子的捞女，偷了表姐的救命之恩攀上我爸，又靠歪门邪道怀了我。眼看荣家要逼我爸和李家千金联姻，她还想故技重施坑人，为了不被扫地出门，5岁的我只能亲自下场收拾烂摊子。我爸是荣氏集团的继承人，身份金贵的很。我妈叫孟淑呢，除了一张漂亮脸蛋，干啥都拎不清。当年她就是耍了手段，把表姐林婉晴救我爸的功劳抢了过来，才搭上了荣家这条线。后来又偷偷下药，怀上了我，才算勉强在我爸这儿占了个位置。可我爸对她一直冷淡，就只给点抚养费，压根没打算让她进门。眼瞅着荣家要安排我爸和李家千金李月联姻，我妈彻底慌了，又想搞小动作陷害李月。她故意跑到故障电梯里，想假装被人推搡，把锅甩给李月。我早就看穿了她的把戏，提前溜进电梯躲着。就在她准备失足摔倒装可怜的时候，我猛地扑过去，额头结结实实磕在电梯扶手上，当场哇哇大哭。是婉婉乱按电梯按钮，妈妈是为了抱住我才撞到的。我爸一进电梯，看到我额头的红印子，眼底的心疼藏都藏不住。李家的人看了，也对我妈改观不少，觉得她是个护女心切的好妈妈。可我妈就是不消停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她竟然在酒里下药，想找人玷污李月，断了这门联姻。我哪能让她得逞？趁她不注意，我直接把她推进了那间准备好的套房，用她自己弄来的迷药，把里面的人全放倒了，还顺带赏了他们一顿拳脚。等我爸赶过来的时候，就看见我妈鼻青脸肿的护在李月身前，那模样看着别提多英勇了。李月当场就被感动哭了，红着眼眶主动提出退婚，还让李家认了我妈做干妹妹。我爸又是愧疚又是心疼，为了让我妈进门，不惜跟荣家整个家族对峙，还搬出当年的救命之恩，说没有我妈，他早就没命了。荣家熬不过他，最终松口，答应让我妈正式嫁进荣家。我妈哭得稀里哗啦，以为自己终于熬出头了。可就在订婚宴的前一天，我爸突然赤红着眼睛，死死攥住我妈的手腕，语气冰冷刺骨，叫孟叔，婉晴回来了，他说当年救我的人是他，你一直在骗我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不可能啊，我那位表姐林婉晴1年前不是已经死在跨国人口贩卖的路上了吗？妈妈彻底慌了神，浑身抖得像筛糠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猛地冲过去，一把撞开我爸，抱住妈妈大喊，坏爸爸，不许凶妈妈。我死死抱着他，动作间故意扯开了他肩头的衣料，露出那片精致又绚烂的凤凰纹身。我爸看到那个纹身，瞳孔瞬间缩成了针眼。他突然想起当年从爆炸的车里把他拖出来的女孩，肩膀被碎裂的玻璃划开了一道大口子，鲜血直流，位置正好就在这儿。他的语气一下子软了下来，这件事我会查清楚。说完，他抿紧嘴唇，转身就走了。妈妈瘫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如纸，嘴里喃喃自语，他明明死了，怎么会回来？我心里也满是疑惑。1年前是爷爷亲自带着我和妈妈去认领的遗体， DNA 比对做了3次，都确认那就是表姐林婉晴。爷爷当时悲痛欲绝，还私下又做了1次亲缘鉴定，结果还是一样，死人怎么可能死而复生？妈妈强撑着精神把我哄睡着，我闭上眼睛，等他呼吸平稳后，悄悄爬起来，溜进了地下储藏室，那里冷冻着我偷偷留下来的表姐的生物样本。我取出1枚保存完好的牙齿，让人连夜送去做加急鉴定，脑子里忍不住回想妈妈这些年干的荒唐事。从我穿越到这个世界，成为她的女儿开始，我就知道她是个空有美貌的草包。6年前，她顶着恩人的身份接近我爸，下药、怀孕、生我，一步步算计。可我爸对她始终冷淡，只愿意给抚养费，其他啥都不承诺。1年前，表姐突然出现，拿着当年救命之恩的秘密勒索妈妈，我这才知道我妈当年的功劳全是冒认的。我正想出手解决表姐这个麻烦，没想到她像着了魔一样，只跟我妈要了30万，就跟着一个自称留学生的男人跑了。再后来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，让我们去认领遗体。警方说那个男人是跨国犯罪团伙的成员，表姐中途察觉不对想逃跑，被他们灭口了。妈妈心里又虚又怕，这1年来一直拼命补偿姨奶奶一家，就想求个心安。鉴定结果很快就传了过来，我反复核对了好几遍，确认1年前死去的就是表姐林婉晴本人。我松了口气，可心里的疑惑却更重了。表姐生前根本就不认识我爸，那现在这个找上门来，还知道当年救命细节的林婉晴，到底是谁？我躺回床上，刚要闭眼，就看到妈妈的手机屏幕亮了，一条陌生信息跳了出来，江梦书，偷来的东西该还了。信息下面还附着一张照片，一个女人依偎在我爸怀里，背影婀娜多姿。紧接着又是一条，荣太太的位置本来就是我林婉晴的。我赶紧删掉信息，把手机放回原处。我妈那点段位，看到这些肯定会自乱阵脚，指不定要干出啥蠢事来。第2天一早，李月就风风火火地闯进了我们家。孟叔，荣景琛身边多了个女人，你知不知道？走，姐们儿带你去撕了她。我妈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，声音都在发抖。她叫什么名字？李月灌了一大口冰水，啪的一声把一沓资料拍在桌上，你自己看。我也凑过去，好奇地打量着那些资料，姓名那一栏清清楚楚写着林婉晴。
下面是详细的履历，从小到大的经历都写得明明白白，甚至细致到他小学时参加过的绘画比赛，唯独没有死亡这一项。资料里还夹着几张他和我爸的亲密照，其中一张照片上，他的侧脸清晰可见，和表姐林婉晴长得一模一样。怎么可能？我和妈妈同时揉了揉眼睛，对视了一眼，脸颊突然一疼，妈妈掐了我一下，我嘶地吸了口凉气，她这才回过神来，喃喃道：不是做梦，真的是他。一个已经被确认死亡的人，竟然活生生的出现了。李月看我们俩神色不对劲，纳闷地问：怎么了？你们认识他？我妈苦笑了一下，说她是我表姐，终究还是没敢提表姐已经死了的事，或许她自己也不确定了，怀疑当初是不是假死啊。李月瞪大了眼睛，随即火冒三丈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你这表姐也太不是东西了。他们现在在云静私人美容会所，走，咱们现在就过去。李月说着，一把抱起我，拽着我妈就往外冲。自从我妈救了他之后，李月就对我妈掏心掏肺的，不仅主动退了婚，还让李家认我妈做了干亲，到处撮合我爸和我妈。李家甚至放话，只要我爸和我妈结婚，就赠予我妈旗下公司3%的股份当嫁妆。对此，我妈心虚的不行，可她装惯了柔弱可怜，神经大条的李月硬是没看出来。如今两人好的能穿一条裤子，被拉到那家顶级的私人美容会所。听说我爸和那个林婉晴在 VIP 室里，李月撸起袖子就要往里闯，可我妈却猛地僵在原地，脸色惨白如纸。她透过玻璃隔断，清楚地看到了里面的女人，真的和死去的表姐长得分毫不差。我妈脚像被钉在了地上，死死抓着李月的手臂，浑身抖得厉害。李月疑惑地停下脚步，问她怎么了，不敢进去。就在这时，我爸带着那个女人从 VIP 室里走了出来，女人似有所感，回头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，眼神里满是挑衅。紧接着，我妈口袋里的手机再次震动了一下，又是一条陌生信息。好戏才刚刚开始，我妈脸色彻底失去了血色，身子晃了晃，差点站不稳。李月吓了一跳，赶紧放下我，伸手去扶她，连声问：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趁着空档，偷偷溜到了会所的前台。我仰着小脸，对着前台小姐姐甜甜一笑：姐姐，刚才出去的那位阿姨好漂亮呀，她长得这么好看，也要来做美容吗？前台小姐姐被我逗笑了，温柔地说：小妹妹，那位女士是来咨询疤痕修复项目的哦。我的心往下一沉，又接着问：她真的好美啊，姐姐你眼光最好了，你觉得她的脸是天然长成的吗？前台小姐姐愣了一下，随即掩着嘴笑：当然是原生的了，她的骨相和皮相都是顶级的，我们总监刚才还在夸呢。我的心彻底沉入了谷底，原装的脸，我本来还想着会不会是有人照着表姐的样子整了容，可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刚才那一眼我看得真切，除了发型比表姐干练了些，那张脸确确实实和表姐林婉晴一模一样。我还在发愣，李月和我妈已经慌慌张张的找了过来，我妈一把抱住我，身体还在轻轻颤抖。李月拍着胸口说：小祖宗，你可吓死我们了，你妈还以为你跑丢了，魂都快没了，下次可不能这么乱跑了。我低下头小声说：对不起李姨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我心里清楚，她不是怕我跑丢，是怕那个林婉晴对我不利，毕竟对方来者不善，而我是她能留在荣家的最大筹码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妈妈一直惶惶不可终日，吃不好睡不好，李月也罕见的没来串门。这天外面下着绵绵细雨，天气阴沉沉的，我正看着私家侦探发来的照片，那个林婉晴正陪着我爸一起重游当年我爸出事的事故地点，还在调阅相关的记录。我眉头紧锁，不知道他们到底能查到什么，毕竟当年从车里把我爸拖出来的人确实不是我妈。我刚想给侦探回复信息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我跑过去打开门，就看到李月脸色铁青的站在门外。他没了往日的热络，冷着脸走进屋，啪的一声将一份文件摔在茶几上。江梦书，1年前我被绑架，是不是你设计的？我妈完全没料到这事会突然被翻出来，眼神瞬间慌乱起来，手指紧紧捏着衣角。小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害你？她捏着文件的手指微微发抖，显然是心虚了。我凑过去，好奇的看着文件上的内容，上面是几通通讯记录和转账截图，都指向一个陌生的中间人。我扬起小脸，看着李月问：李姨，你怎么突然查起1年前的事了？李月抿着嘴唇，没搭理我，只是死死盯着我妈。江梦书，我要你亲口说，这事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妈被他这一声厉喝吓得浑身一颤，我悄悄伸出小手握住了她冰凉的手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了脚步声，我爸大步走进来，声音冷得像冰。巧了，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。我妈腿一软，直接跌坐在沙发上，脸色苍白的毫无血色。我噔噔噔跑到我爸身边，抱住他的腿，仰着小脸说：爸爸，你们这是在审问妈妈吗？可是电视剧里审问人都要有证人证据当面对质的呀，不能就这么随便问呀。我爸弯腰抱起我，眼底没什么温度，婉婉觉得爸爸冤枉妈妈了。我撅着小嘴说，就是和电视里演的不一样嘛，一点都不正规。李月深吸一口气，平复了一下情绪，开口说：梦叔，我也不愿意相信你是这种人，
既然婉婉这么说，那我们就把人证找来。但愿是我误会了你。我爸扯了扯嘴角，声音依旧冷淡。明天吧，把人带到老宅祠堂。正好，我也有件事要和他当面对质。李月点了点头，深深看了我妈一眼，转身离开了。我爸也把我放下，没说一句话，径直走了。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我妈，她瘫在沙发上，满眼都是绝望。我悄悄收起了刚才从我爸肩头拈下的几根深棕色短发。妈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我肯定不会让你被人欺负的。深夜，我让人把那几根头发和姨奶奶的生物样本送去做比对，结果很快就传了过来。我点开文件，瞬间愣住了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符合祖孙遗传关系，存在亲缘关系。我用力眨了眨眼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个林婉晴真是姨奶奶的血亲，怎么可能？我走到客厅，沉声问妈妈：“妈，姨奶奶是不是只有表姐一个孩子？”妈妈已经面如死灰，强撑着点了点头。你姨妈当年难产，伤了身体，就只生了婉晴一个。我脑子彻底乱了，如果这个林婉晴是真的表姐，那1年前死的是谁？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整夜，直到第二天被接到荣家老宅祠堂，我都没理清头绪。祠堂里的气氛肃穆又压抑，透着一股肃杀之气。外公外婆端坐在主位上，左手边坐着的是李家父母，右手边是我爸李月，还有那个林婉晴。堂下还站着2个陌生男人，一看就不是善茬。这架势颇有几分三堂会审的意思。我们一进门，那个林婉晴就挑衅地勾了勾红唇，那眼神像极了胜利者在炫耀。李月率先忍不住，眼眶通红地看着我妈：“江梦书，我掏心掏肺对你，把你当亲姐妹，甚至让我爸妈认你做干妹妹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么害我？”我妈的手攥得死死的，指节都泛白了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倒是一点都不慌，反而好奇地打量着那个林婉晴。她眉眼弯弯，笑起来的样子和表姐林婉晴简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难道她真的是表姐？那1年前死的那个又是谁？之前的 DNA 报告又该怎么解释？我正出神，我爸开口了。这2个人，一个是当年绑架案的涉事者，另一个是车祸现场的目击者。他每说一句话，我妈的脸色就白1分。直到那个林婉晴轻笑一声，开口说道：“表妹，你该不会忘了，当年到底是谁把景琛从车里拖出来的吧？”我妈彻底没了力气，胸口剧烈起伏着，像是随时都会晕过去。我松开她的手，走到林婉晴面前，歪着小脑袋，左看右看，然后脆生生地问：“表姨，真的是你吗？可是1年前你不是已经去世了吗？怎么又活过来了呀？”林婉晴嘴角抽了一下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是啊，死过一次，又活过来了，是不是很惊讶？”我故意张大嘴巴，露出一副震惊的样子。哇，表姨你好厉害呀，竟然还能死而复生。可是你怎么变得这么凶了？以前的表姐明明很温柔的呀。我爸皱着眉，把我拉开。婉婉，现在在说正事，不许捣乱，再闹就让管家带你出去。外婆叹了口气，把我抱到她的膝上，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坐在外婆怀里。我盯着林婉晴的耳朵轮廓，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念头。电光石火间，一道白光劈过脑海，我知道她是谁了。这时李月已经不耐烦了，对着我妈大喊：“江梦书，你自己说，到底是不是你策划的绑架，还是我让证据说话？”我妈面无人色，却咬紧牙关，一言不发。李月彻底被激怒了，指着那个混混模样的男人说：“你来说，把当年的事一五一十说清楚。”那个男人眼神闪烁，看起来很紧张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他确实给过我钱，可是什么？”李月一掌拍在桌子上，声音大得吓人。可是他是花钱买照片的。男人低下头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我妈猛地抬起头，眼中满是错愕，显然没料到事情会是这样。什么照片？李月几步冲过去，揪住那人的衣领，怒目圆睁。当时我们拍了您的不雅照，是这位江小姐找过来，花大价钱把照片买断，然后销毁了。男人吓得浑身发抖。我晃着小腿，抬头问外婆：“外婆，什么照片这么贵呀？要花好多钱才能买下来？”外婆慌忙捂住我的耳朵，脸上却露出了松口气的表情。她心里清楚，要是绑架真的和我妈有关，荣家脸上也无光。现在看来，不仅没关系，我妈还暗中帮李月善后，这份人情可就大了。李月愣住了，她看看我妈，又看看那个男人，嘴唇颤抖着问：“他说的是真的？”我妈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，不愧是骨子里的戏精，立马睁着湿漉漉的大眼睛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死死咬着下唇，那副委屈又可怜的样子，破碎感十足。李月的眼眶瞬间就红了，她踹了那个男人一脚，又羞又怒地说：“那你之前怎么不说清楚？故意吊我胃口是不是？”男人抱着头，委屈地说：“你也没让我把话说完啊！”李月气得狠狠揍了他几拳，喘着气才停下。他走到我妈面前，紧紧抓住她的手：“对不起，孟叔，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就怀疑你。”说完，他一把抱住我妈，两人当场抱头痛哭。我爸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，但依旧紧绷着。李家父母轻咳一声，对外公外婆说：“小女鲁莽，闹了这么大的笑话，作为赔罪，我们再加2%的股份给孟叔添庄，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”
我挑了挑眉，对上妈妈那劫后余生的眼神，偷偷给她使了个眼色。就在这温情脉脉的时刻，那个林婉晴突然猛地站起来，指着那个混混大喊：不可能，伯父伯母，你们别被他骗了。你们看转账时间是在绑架发生之前，他怎么可能未卜先知？分明就是他策划了绑架，又假惺惺的去买照片。李月皱起眉头，挡在我妈身前。林小姐，孟叔好歹是你表妹，你何必这么赶尽杀绝？他又抬头看向外公外婆，语气坚定地说：容伯伯，容伯母，实不相瞒，我之所以会查这件事，是因为收到了匿名信息的挑唆，而那个发信息的人就是这位林小姐，她的话根本不可信。林婉晴脸上闪过一丝错愕，显然没料到李月会查到她头上。李月冷笑一声：你以为用个虚拟号码我就查不到是你吗？太天真了。林婉晴抿着嘴唇没说话，算是默认了。妈妈这时候也来了底气，从李月身后走出来，泪眼婆娑地说：表姐，你既然没事，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回家？你知道姨妈和爷爷为你流了多少眼泪吗？你就这么狠心，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？林婉晴脸色一变，随即露出讥讽的笑容。等我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自然会回去。那边，李父已经拿起桌上的文件看了起来，看了一会儿，就摇摇头放下了。林婉晴赶紧抢过文件，看到上面的转账时间，瞳孔骤缩，不敢置信的大喊：这不可能！文件上的转账时间分明是绑架发生后的第二天。我晃着小脚丫，心里暗得意，修改个时间戳，对我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。妈妈的眼泪又掉了下来，委屈地说：表姐，你为什么非要这样？抢景琛还不够，还要污蔑我，我们之间难道就不能好好相处吗？林婉晴彻底爆发了，手指颤抖着指着我妈：江孟叔，这是算你狠，但当年救景琛的救命之恩，你敢发誓是你自己的吗？你敢对着祖宗发誓吗？妈妈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，只是一个劲儿的掉眼泪。林婉晴冷笑：怎么不敢了？我就知道你是冒认的。我爸的脸色沉了下来，对身边的助理使了个眼色，助理立刻让人把那个混混带了下去，又让人把祠堂里的投影仪打开。这是当年事故现场的监控修复片段，大家可以看看。投影仪上模糊的画面慢慢展开，一辆黑色轿车侧翻在路边，冒着滚滚浓烟。一个穿浅色连衣裙的女孩正奋力拉扯驾驶座上的男人。救人的3分钟里，女孩始终只有一个背影。终于，女孩把男人从车里拖了出来，缓缓抬起头，脸上满是血污，根本看不清长相。众人看了都忍不住唏嘘起来。妈妈像是脱力了一样，身子晃了晃。李约察觉到了她的不对劲，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往她身边站了站，让她能靠着自己。我爸薄唇紧抿，看了我妈一眼，眼神复杂。外公开口了，从身形上看，和孟叔年轻时确实有些像，但就凭一个背影，能说明什么？外婆搂紧我，叹了口气，当年要不是孟叔及时救了景琛，景琛早就没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是我们荣家亏欠他。我歪着头，朝外婆甜甜一笑。我心里清楚，他们不是看不出身形有差异，只是此刻我妈的价值远大于这个来路不明的林婉晴。李家能给荣家带来巨大的利益，而我妈是李家认可的干妹妹，留着我妈对荣家百利而无一害。李父皱着眉看了会儿监控，说这确实很难分辨，不如请专业的鉴定人员来看看，或许能有结果。我爸点了点头，助理立刻就去联系资深的影像鉴定师和整形外科医生。接下来又是漫长的等待。林婉晴气得胸口剧烈起伏，指着堂下剩下的那个男人说：监控要等，目击者总可以先问吧？你说，当年你在现场看到的救人的人到底是谁？那个目击者是个中年男人，眼神精明，看着就很会来事。他缩着脖子，小心翼翼地说：我当时看到的情况和监控里差不多，就是个浑身是血的姑娘在救人，场面太混乱了，我真没看清脸啊。我爸追问，那有没有其他特征，比如明显的伤口，或者身上有什么特别的标记？那人想了想，突然一拍大腿，有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姑娘救人的时候，肩膀好像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下，有挺长一道口子，形状还有点特别，像是交叉的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比划着，助理赶紧递上纸笔，那人画了2笔，一个交叉的 X 型伤痕就出现在纸上。我爸皱起了眉头，若有所思。林婉晴立刻拉开自己的衣领，露出锁骨下方的位置，对着众人说：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这个形状的疤痕？那人凑过去看了看，连连点头，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位置也一样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妈身上，等着她给出解释。妈妈下意识的后退了半步，脸色更加苍白了。我眨了眨眼，脆生生的开口：表姨肩膀上的疤好吓人呀。我妈妈肩膀上才没有疤呢，我妈妈那里有只漂亮的火凤凰纹身，可好看了。众人都愣住了，纷纷看向我妈。我爸点了点头，证实道：孟叔肩头确实有一个凤凰纹身，很精致，我见过。李家父母对视了一眼，显然也没想到会是这样。外公外婆也交换了个眼神，没说话。林婉晴嗤笑一声，语气带着嘲讽：江孟叔，你该不会是早就知道那里有疤，故意纹身把疤痕遮住了吧？你以为纹身店会不留疤痕的原始照片吗？只要去问问就能知道真相了。妈妈脸色惨白，急忙辩解：我没有，
我纹身只是因为好看，不是为了遮疤痕。他看向我，眼中满是震惊与疑惑。他心里清楚，那个位置根本没有什么救人留下的疤痕，只有一道我4岁时不小心用碎瓷片给他划的小伤口，早就愈合了。但他知道这时候说多错多，只能低下头，委屈的抹眼泪。我拍着小手说，又有照片看了，那我们赶紧去问纹身店的叔叔阿姨呀，看看我妈妈是不是真的没有疤。我爸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复杂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助理已经联系了妈妈当年纹身的工作室，还有那个给她纹身的技师，让他们赶紧把相关资料送过来。又是一阵等待。就在这时，管家匆匆跑了进来，语气急促地说，老爷夫人，孟淑小姐的姨母来了，情绪很激动，说一定要见您。姨奶奶来了。我和妈妈对视了一眼，都有些意外。姨奶奶因为表姐的死讯大病了一场，这1年来全靠妈妈悉心照料才慢慢好转。如今她突然过来，想必是听说了这边的事，来给妈妈撑腰的。老太太愣了一下，颤抖着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脸，你是婉晴？妈，我是婉晴啊，女儿不孝，让您担心了这么久。林婉晴趴在老太太腿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你是婉晴？老太太彻底愣住了，眼神里满是不敢置信。妈妈也紧张地看着他们，等着最后的认证。老太太摸了她的脸好几分钟，突然老泪纵横，紧紧抱住她。我的女儿啊，真的是你，你没死就好，没死就好啊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妈妈不可置信地后退了2步，浑身发抖，显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爸爸察觉到了她的异样，皱了皱眉，终究还是不忍心，伸手扶她坐下。妈妈紧紧攥着他的手臂，指尖都泛白了。爸爸刚想开口说点什么，管家已经领着2位专业人士走了进来。老爷、少爷，王医生和陈院长到了。影像鉴定师反复查看了监控片段，摇了摇头说，监控画面太模糊了，而且只有背影，根本无法确认救人者的身份。而那位整形院长却一直盯着林婉晴的脸看，突然眼睛一亮，激动地说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这张脸我见过，当初你来找我，要求把肩膀上的一个旧疤痕改成特定的交叉形状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林婉晴脸色瞬间煞白，厉声辩解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被将孟叔买通了，来做伪证的？就在这时，纹身师也赶了过来，带来了妈妈当年纹身前的照片。照片上，妈妈肩膀上根本没有什么交叉的疤痕，只有一道浅浅的小印记，和林婉晴肩上的疤痕完全不一样。我爸看着照片，又看了看身边脸色苍白的妈妈，眼神动容，伸手把她搂进了怀里，轻声安慰，别怕，我相信你。荣家父母也当场表态，不再追究当年救人的事情，认定了我妈就是救我爸的恩人。林婉晴彻底崩溃了，疯癫般的大喊大叫，否认所有指控。林婉晴听到这话，情绪更加激动，大声喊道，我没有造假，我就是林婉晴，我要和我妈做亲子鉴定，我要证明我的身份。我爸却冷冷地甩出一份报告，不用做了，我早就让人做过了。他确实和婉晴有亲缘关系，但不是婉晴本人，而是婉晴的同胞兄弟。众人都惊呆了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我这时才慢悠悠地依偎在爷爷怀里，小声说，可是爷爷，表姨是女孩子呀，这个人好像没有耳洞呢。一句话石破天惊，在场的人都愣住了，纷纷看向林婉晴的耳朵。姨奶奶当场崩溃，哭着说出了真相，当年我生的是龙凤胎，除了婉晴，还有一个儿子叫林默，可是默儿从小就被人抱走了，后来找回来也跟家里不亲。爷爷摇了摇头，让人播放了一段监控录像，录像里清晰地记录了当年表姐林婉晴是自己执意要跟那个男人走，还在临走前打晕了试图阻拦她的妈妈。真相大白，妈妈是无辜的。林默看着监控，彻底崩溃了，瘫坐在地上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最终，林默因为欺诈罪被提起公诉，但由于没有造成重大损失，而且妈妈也出具了谅解书，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年。姨奶奶心里愧疚，主动赠予了妈妈一部分资产作为补偿。李家也兑现了承诺，将旗下公司5%的股份转到了妈妈名下。不久后，爸爸和妈妈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巧的是，结婚当天正好是我5岁的生日，外公外婆心疼我，直接把家族信托的一部分股权转到了我的名下。尘埃落定，看着眼前和睦的一家人，我偷偷勾起了嘴角。豪门的弯弯绕绕再多，也抵不过我这个5岁萌娃的智商在线。荣家的未来终将握在我的手里。